江爷爷前2天从我们国家带回去了一些玉米秸秆，今天打算让福宝一家尝尝鲜，这也是他们第一次吃这个东西。江爷爷思考半天，打算自己先尝一下，看江爷爷用牙剥皮的样子像不像福宝。江爷爷大口咬下去，表示很满足，因为它堪比甘蔗。此时江爷爷已经迫不及待的想分享给福宝一家了。江爷爷先来到爱宝房间，害怕爱宝不敢吃，江爷爷先当着爱宝的面给他演示了一下，表示这个是可以吃的。爱宝拿过去后，先是小心翼翼的闻了闻，发现气味和竹子略有不同，但出于对爷爷的100%信任，爱宝还是决定品尝一下。这画风突然变成了父女俩一起吃早餐，江爷爷一口爱宝一口。爱宝对于这个玉米秸秆表示很满意，因为连皮嚼起来都是甜的。爱宝吃完后，江爷爷来到了乐宝房间，乐宝接过去都没有犹豫，直接大口大口的吃了起来。江爷爷表示没想到乐宝作为挑食的代表居然能够接受玉米秸秆，江爷爷表示很开心。最后江爷爷来到福宝房间，福宝这时并没有对玉米秸秆所吸引，而是更想和江爷爷玩，一个劲儿的往江爷爷的怀里躺。江爷爷只好放弃让福宝品尝，陪福宝玩了起来。江爷爷正在拆卸福宝一家所食用的竹子，而像这样太大的竹子，江爷爷便会直接将它大力摔裂开来。可以说是高端的食材，往往都是采用最朴素的方式来处理。准备完食物，江爷爷又来和其他的饲养员讨论福宝一家最近的饮食和营养情况。准备工作全部完成后，江爷爷这时来到园区，找来几根粗壮的木头，为福宝搭建了一个攀爬的小树，这样既安全又可以让福宝练习爬树。搭建完后，江爷爷先上来试了一下小树的承受能力，看起来还不错。这时江爷爷已经迫不及待想让福宝来体验了。江爷爷将福宝抱了过来，看着福宝坐在树上的样子，真的好小一只。呆坐了一会儿后，福宝开始尝试爬下去，但是腿有点短，够了半天没找到着力点，索性直接顺着木杆滑了下去。福宝真是打小就聪明。一会儿爱宝走了过来，给福宝做示范，福宝乖乖的在下面认真看妈妈爬树的动作。一会儿爱宝下来后，福宝开始尝试，而爱宝则来到福宝身后守着福宝，怕他爬树时掉下来，这样可以及时接住他。来看看江爷爷是如何照顾爱宝坐月子的。首先是爱宝的日常观察，这时的爱宝处于特殊期间，每天都需要有人时刻守着，所以2个爷爷的安排是24小时轮班制，每人1天，从凌晨盯到第2天凌晨。此时的爱宝正在给福宝喂奶。生完福宝后，爱宝的饮食一直都很少，一方面是胃口不是很好，第二方面因为需要时刻抱着福宝，双手离不开，没办法大幅度的去剥啃竹子，所以江爷爷根据这个情况，特意将竹子最鲜嫩的部分裁剪下来，将其分成小状的，这样既方便爷爷们投喂，爱宝拿起来也方便。忙碌完1天后，江爷爷回到家休息，妻子给他制作了一些面包，这样在值班时饿了可以直接吃，比较方便。而在江爷爷家里也有爱宝一家的元素，比如江爷爷给爱宝和乐宝画的画像，而且江爷爷每天在睡觉前都会写日记来记录爱宝一天的生活情况。第2天早上起床，江爷爷通常都是用爬楼梯来迎接美好的一天，每天爬100层、20层的楼，往返5次。运动完吃过早饭，江爷爷便又要上班了。因为这时爱宝在房间坐月子，所以江爷爷这时只需要打扫乐宝的场地，而江爷爷每天都会给乐宝讲爱宝的事情。看完乐宝后，江爷爷来到厨房为爱宝准备食物，首先是一些竹笋，江爷爷将竹笋切成小块，之后又准备了一些鲜嫩的竹叶，将竹笋包裹起来。因为自从生完福宝后，爱宝一直不太喜欢吃竹子，但竹子具有很多熊猫所需要的营养，所以江爷爷想到了这个竹叶包竹笋的方法。江爷爷表示这是特意为爱宝准备的，乐宝目前还没有吃过。制作完后，江爷爷便来到爱宝房间给爱宝喂食。因为这时福宝已经睡着了，江爷爷考虑到黑暗环境有助于福宝和爱宝休息，所以通常情况下晚上一般是不会开灯的。而福宝也并不是一直都是爱宝来带，刚出生的福宝都会定期做检查，像这个动作就是爷爷正在辅助福宝拉大便。因为熊猫在刚出生时没有自己排便的能力，这样按摩熊猫幼崽的腹部有助于排便顺畅。而在妈妈身边时，妈妈会通过舔舐它的身体来帮助它排便，而在休息时需要用小被子盖住熊猫的眼睛。江爷爷表示，由于熊猫幼崽在妈妈肚子里时眼睛也是一直闭着，什么也看不到的，所以已经习惯了暗淡的光线，不管是在喂食还是休息时，爷爷都会刻意将福宝的眼睛挡一下，吃完奶后再给福宝擦擦嘴，每一个细节都要做到位。因为爱宝和福宝分开久了会产生一些不安的情绪，这时江爷爷回到爱宝房间来陪爱宝，以及观察一下爱宝所产生的一些生活痕迹，比如爱宝的大便和吃剩下的食物，以及房间各个角落有没有异样。从这些东西里面，江爷爷能够看出很多有用的信息。检查完后并在为其打扫，
这便是爱宝在坐月子时的江爷爷。江爷爷正在播撒草种，为福宝和爱宝的场地做绿化。在江爷爷的细心照料下，1个月后，小草都开始发芽了。之后，江爷爷会将这整片空地全都种上小草，使其形成绿草如茵的感觉。这样，福宝和爱宝在玩耍时会更舒服一些。忙碌完后，江爷爷来到房间为爱宝测量体温，当然也少不了每次的小零食。现在的爱宝特别喜欢南瓜配苹果一起吃，但是单独吃南瓜时，爱宝扭头就走。江爷爷除了每天按时给熊猫们量体温外，还要检查它们的粪便情况。虽然福宝小，但是答辩量一点也不比爸爸妈妈的少。一系列都检查完后，江爷爷来到厨房为福宝一家制作他们最爱吃的窝头。江爷爷将制作好的窝头放入锅中开始蒸，一锅窝头大概要蒸4个小时。趁着窝头还没熟，江爷爷来到房间看福宝。此时的福宝正在呼呼大睡，而乐宝这时正在小便。乐宝变得有点不像从前，因为以前的乐宝上厕所在室外和室内之间总会先选择室外。4个小时过去，窝头熟了，江爷爷先拿给了福宝，让他进行品尝。江爷爷果然还是最疼爱他的福宝孙女，这是江爷爷每天生活里的样子。早上来到动物园，第一件事就是来到福宝一家的房间，查看他们一晚的睡眠如何。江爷爷表示，爱宝和福宝总是分开睡，福宝现在因为缺乏安全感，只有睡在床底才会安心，而爱宝已经适应现在的环境，所以会睡在舒适的床上。检查完福宝一家没有问题后，接下来江爷爷则来到厨房为福宝一家准备早餐，从冰箱里取出新鲜的果蔬，按量配比，保证福宝一家每天都能够摄入足够的营养。吃早饭的同时，江爷爷会顺便对他们做常规的健康检查，例如口腔、牙齿、体温等问题，而每个月还会再对他们做详细的健康体检，保证福宝一家每天快快乐乐的同时，还要健健康康的。常规检查完后，上班前爷爷会再为他们测量当天的身高以及体重。当福宝一家上班后，爷爷也没有闲着，会在监控室观察着福宝一家的一举一动，看到食物吃光时会及时为他们补充食物。而且爷爷平时还会为福宝一家准备除竹子以外很多的新奇零食和玩具。当然最重要的就是照顾福宝一家每天的心情以及生活的舒适性。今天将爷爷介绍到2只熊猫宝宝已经睁开眼睛了，而且巧合的是2只熊猫宝宝还是一起睁眼的。跟着爷爷一起去看看吧。爷爷先是来到园区里种植竹子的地方，先采摘了一些新鲜的竹子带给爱宝。爷爷表示现采摘的竹子爱宝吃起来比较有胃口，尤其是早上带有露水的竹子，爱宝格外喜欢。之后爷爷将竹子带到仓库进行清洗，再将水抖掉。处理完竹子，爷爷将竹子带给爱宝，爱宝便开始了进食。喂食完爱宝，爷爷便来照看熊猫宝宝。现在老大的体重达到了1117克，老二的体重1209克。要知道，2只熊猫宝宝在刚出生时，老大是以180克的体重领先老二的140克，而现在老二已经成功赶超老大。看看2只熊猫宝宝现在的样子吧，是不是看上去更漂亮了？身上的黑色素越来越深，而且自从睁眼后，眼皮也明显了。不过此时2只熊猫宝宝正在睡梦中，没法观察它们玲珑的大眼睛。一会儿爷爷给熊猫宝宝喂奶，这时熊猫宝宝睁开了眼睛，怎么样，是不是乌黑亮丽？喂食完，熊猫宝宝回到了妈妈的身边，但爱宝一个翻身，给熊猫宝宝压到了怀里。熊猫宝宝表示妈妈的爱有点令本宝宝窒息。爱宝用手将熊猫宝宝扶正，然后坐了起来，开始给熊猫宝宝喂奶。爱宝真是一个称职的妈妈。喂食完，爱宝会接着给熊猫宝宝舔屁股，帮助其排便。姐妹俩就是这样在爷爷和爱宝的共同哺育下，稳定且顺利的长大。今天江爷爷外出时，发现了一片竹林。作为大熊猫饲养员的江爷爷，看到竹林就走不动道，立马走进竹林，为福宝一家寻找竹笋。经过江爷爷一番搜寻，江爷爷找到了不少的竹笋。这趟江爷爷可谓是收获颇丰。将竹笋收拾好带回家后，江爷爷去了健身房。随着福宝越来越独立，所以现在江爷爷的健身生活不再局限于跑楼梯，有时间江爷爷就会来健身房锻炼一会儿。锻炼完后，江爷爷来到园区，打算让福宝一家尝一尝自己今天刚采摘的竹笋，却意外又有了新的收获。江爷爷在园区菜园栽种的草莓熟了，江爷爷自己先尝了一下，味道还不错。江爷爷打算让福宝一家也尝尝草莓的味道，这也是他们第一次吃草莓。因为爷爷种的所有水果都是绿色有机的，所以可以让福宝一家浅试一下，看看他们会不会喜欢。江爷爷将清洗好的草莓给福宝带了过来，福宝闻着爷爷递过来的草莓，感到好奇，浅浅的咬了一口，感觉味道怪怪的，一巴掌给拍到了地上。但是剩下的草莓也不能浪费，爷爷打算再让爱宝也尝一下。爱宝看到爷爷到来，立马乖乖的坐在窗前。爷爷先是投喂了爱宝一块苹果，
爱宝吃得很香，之后又将苹果和草莓一起投入，但爱宝吃了几口就发现味道不对，立马将草莓吐了出来。江爷爷认为苹果和草莓放在一起可能太酸了，便又将其和胡萝卜放在一起再做尝试，但结果一不小心将胡萝卜投喂到了外面。爱宝只接住了草莓，直接将草莓吐了出来。看来爱宝也不适应草莓的味道。江爷爷表示没关系，因为还有乐宝呢。爷爷最后来到乐宝房间，将草莓投喂给乐宝时，乐宝更挑剔，只是舔了一口就表示不喜欢，让爷爷拿走。最后爷爷只好将草莓自己吃掉了。江爷爷又将今天在外面采摘的竹笋进行了清洗，给福宝一家送了过来。爷爷先是来到乐宝房间，乐宝很给面子的直接拿过去啃了起来，皮都没有剥。爷爷看到乐宝爱吃后便放心了，因为乐宝作为熊猫界的美食家，只要他喜欢的东西肯定味道不错。之后爷爷又来到爱宝房间进行投喂，果然爱宝吃的也很开心。爷爷对爱宝说，慢点吃，不着急。爱宝吃完一根，爷爷便紧跟着再递一根。最后爷爷来到福宝的房间，有了爸爸妈妈的提前尝试，福宝这吃的也很是开心。看来以后爷爷会经常去光顾那片竹林了。将爷爷在一旁守着福宝，福宝一边吃，爷爷一边给福宝剥皮。爷爷的速度跟不上，福宝还会催爷爷快点。等爷爷离开了一会儿再回来时，发现福宝将自己盖在了竹子里，像是盖了一床竹子被子。福宝这时正处于培养他独立的第3个阶段，由于太长时间没有见到妈妈爱宝，福宝趴在冰床上休息时，依稀听到了妈妈的声音。福宝急忙跑到门口查看，以为妈妈要进来了，可福宝乖乖等了一段时间后，门并没有开。看着福宝离开的背影，多少有些失落。这时的福宝只能自己在园区里玩耍，但每次听到妈妈的声音，福宝都会急忙跑到门口去守着，甚至有时思念太重，面对鲜嫩的竹子，福宝都没有了胃口。而这个阶段，好在爷爷们还能进入园区看看他。宋爷爷走来安慰了一下福宝后，便又迅速离开。而福宝不想宋爷爷离开，急忙追了过去，但还是没有赶上宋爷爷关门的速度。福宝呆呆地看着门口，这时的福宝也没有了以往的调皮，不再去破坏爷爷种的小花小草，而是经常守在门口听妈妈路过的声音。福宝猜想，只要我乖乖听话，妈妈就会出现吧。而开朗乐观的福宝也会给自己找些事情做，或者趴在树上想妈妈想到睡着。就在福宝乖乖等待时，通道的门开了，爱宝走了进来，福宝急忙跑了过去。福宝抱着妈妈，表达着自己对妈妈的思念。福宝紧紧跟在爱宝后面，生怕妈妈再次离开。但事情并不会如福宝所想，当这次见面后，福宝和爱宝便会完全分开，开始他们的独立生活。虽然还是同样的场地，但总是爱宝离开后，福宝才会来。每次福宝进门时都会停下脚步，寻找妈妈的气味。而江爷爷看着福宝和爱宝这个样子，经常会一个人躲在角落伤心难过，有时也会控制不住眼角的泪水。